当缉毒组搜获毒贩手中疑似装有毒品的咖啡包时，要如何得知不知名的粉末到底是什么物质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如何得知食品中是否掺假或标示错误呢？又或者当药厂制作药品时，想知道药品的成分或结构是否正确时，该怎么办呢？像在这些情境中，我们有一个未知化合物要鉴定时，可以借由元素分析，帮助了解化合物中所含的元素组成以及所含元素的比例，而每种粒子也会有不同的分析方法，来得知化合物的元素组成以及比例。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种常见的元素分析方法——燃烧分析法。这是一种常用于分析有机化合物中所含元素的组成比例，进而让我们得到此物质实验式的方法。大部分的有机化合物是由碳、氢、氧组成，所以只要将含有碳、氢、氧的有机化合物经过完全燃烧，使其中碳和氢转化为特定的氧化物，就能求得化合物中碳、氢的重量关系，也可进一步推得氧的重量，最后得到此化合物的实验式。是的，透过燃烧分析法，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氢、氧的比例，就能推得化合物的实验式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燃烧分析法是如何进行的吧。燃烧分析的装置是这样子的：操作时，首先要将待分析的样品放入管内，接着持续通入充足的氧气，并在下方点火加热，让样品燃烧。这里请你想一想，经过完全燃烧后，化合物内的碳和氢会有什么变化呢？经过完全燃烧后，化合物内的氢会变成水，碳则会变成二氧化碳。不过这时候要注意，如果碳没有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这时氧化铜就发挥了作用。当管内有一氧化碳时，氧化铜会与一氧化碳反应，因为碳的活性比铜来得大，一氧化碳会抢走氧化铜的氧，变成二氧化碳。如此一来，就能确保碳完全氧化为二氧化碳。样品经过完全燃烧后，管内剩下3种气体，分别是水蒸气、二氧化碳及未参与反应的过量氧气。我们的下一步就要想办法把水 H2O 和二氧化碳 CO2 分离。这2个 U 型管就是分别用来搜集水和二氧化碳。第一个 U 型管内含有过氯酸镁，过氯酸镁其实就是一种干燥剂，所以当二氧化碳、水、氧气通过这个管子时，过氯酸镁会吸收水蒸气，使得过氯酸镁的重量增加，增加的重量就是完全燃烧生成的水重。经过第一个 U 型管后，剩下二氧化碳及氧气接着通过第二个 U 型管。第二个 U 型管中含有高浓度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钠会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增加的重量就是二氧化碳的重量。经过这2个管子后，我们就顺利得到二氧化碳以及水的重量啦。这里有一个小问题让你思考一下，你认为过氯酸镁以及氢氧化钠这2个 U 型管的顺序可不可以交换呢？其实这2个 U 型管的顺序是不可以交换的哦。原因是因为高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除了会吸收二氧化碳外，也会吸收水。如果把含有氢氧化钠的 U 型管放在前面，我们就不知道增加的重量是二氧化碳还是水，因此要先经过过氯酸镁，让过氯酸镁把水分吸收，剩下的二氧化碳再由氢氧化钠吸收，如此一来才可以得到水及二氧化碳的重量。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得到化合物完全燃烧后产生二氧化碳及水的重量，接着要怎么进一步分析得到化合物中碳、氢、
氧的组成比例呢？我们直接实际来看个例子吧。今天有一个仅含碳、氢、氧的未知化合物 1.5 克，经过燃烧分析后，含有过氯酸镁的第一支 U 型管增加了 0.9 克，含有高浓度氢氧化钠溶液的第二个 U 型管则增加了 2.2 克。要怎么知道化合物中所含的碳、氢、氧重量百分比呢？首先，第一支 U 型管含有过氯酸镁，会吸收水分，所以这个增加的 0.9 克是水的重量。而我们知道水的分子量是18，其中所含氢的分子量是2，所以将 0.9 乘以18分之2，得到 0.1， 就是这个化合物中所含的氢的重量。而第二个 U 型管含高浓度氢氧化钠溶液，能吸收二氧化碳，因此增加 2.2 克即为二氧化碳的重量。我们同样将 2.2 除以二氧化碳的分子量为44，其中碳的原子量为12，计算出来后，所含碳的重量为 0.6 克。知道了碳与氢的重量，只要用原本化合物的总重 1.5 克减去氢 0.1 克以及碳 0.6 克，得到的就会是氧的重量为 0.8 克。现在我们分别求出这个化合物中碳、氢、氧的重量，分别是 0.6 克、0.1 克及 0.8 克，最后再把重量除以原子量，就可以得到碳、氢、氧的组成比例为 0.6 除以12比 0.1 除以1比 0.8 除以16，化为最简单整数比就是1比2比1，就可以写出这个化合物的实验式为 CH2O。课程尾声，帮你做个小整理。燃烧分析法用于含有碳、氢、氧化合物的元素分析法，可借此求得化合物实验式。燃烧时加入氧化铜，可帮助碳完全氧化为二氧化碳，避免生成一氧化碳。过氯酸镁管中增加重量为水的重量，可推得氢的重量。氢氧化钠管中增加重量为二氧化碳的重量，可推得碳的重量。将样品原始重量减去碳、氢的重量，可得氧的重量。过氯酸镁和氢氧化钠两管顺序不可相反。最后也给你一个小练习，根据今天学习到的内容，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经过今天的课程，相信你对于如何求得实验式以及燃烧分析法都有进一步的认识。其实除了今天介绍常用于检测有机化合物的燃烧分析法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元素分析方法。例如检测金属元素时，因为不同原子的吸收光谱不同，因此可以利用光谱法鉴别不同金属。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元素分析方法，例如质谱法和层析法。这些元素分析方法的原理又是什么呢？邀请有兴趣的你找寻更多资讯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